有缘人，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冥想，突然心猿意马，脑海中浮现诱人画面，身体开始燥热，难以平静。这是修行路上的一大考验，许多人因此放弃修行，但真正的高手却能化险为夷，他们懂得驾驭欲望的秘诀。今天我就来为你揭秘，欲望如江河，汹涌澎湃，想要完全阻挡，难如登天。但我们可以学会引导它，让欲望之水助力修行之舟。性欲这个看似简单的词，背后却蕴含着复杂的内涵。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，源于繁衍后代的生理需求，也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。从生理角度来看，性欲由荷尔蒙主导，青春期后荷尔蒙分泌旺盛，导致性欲逐渐增强，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，每个人都会经历。从心理层面理解，性欲与情感需求密不可分，渴望亲密关系、被爱的欲望，都可能以性欲的形式表现。有时，它甚至是压力的出口，或是寻求安全感的方式。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在其中扮演角色。不同文化对性的态度各异，这会影响个人对性欲的认知和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性欲的强弱因人而异，受年龄、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，不存在绝对的正常标准。了解性欲的来源很重要，这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它，不必为之羞耻，也不要盲目放纵。关键是学会理解和驾驭它。记住，性欲本身并非善恶，如何对待它才是关键。正确认识它，善用它，它可以成为生命的动力，而非困扰我们的枷锁。性欲与修行看似水火不容，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很多人认为修行就是要禁欲，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。性欲本身并不邪恶，它是生命力的体现，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它，如何在欲望中保持清明。过度压抑欲望往往适得其反，反而会引发更强烈的冲动，导致心理失衡，影响修行。就像压住的弹簧终会反弹。另一方面，沉溺欲望同样有害，会消耗精气神，影响修为，还可能导致心灵空虚，如同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真正的修行高手能做到不被欲望所困，也不逃避它，而是将其转化为修行动力。这需要智慧，也需要勇气。他们懂得欲望如火，用得不当可以烧毁一切，但用得恰当能锻造心灵，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阶梯。修行不是否定人性，而是提升、升华人性。学会与欲望和谐相处，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。在修行路上，性欲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内心的执着和恐惧。直面它，了解它，
是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。有时，性欲会成为修行的障碍，分散注意力，干扰专注。但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，恰恰是提升自我的机会。记住，欲望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回应。保持觉知，不随之起舞。欲望变成了修行的好老师。在修行中，我们学会既不压抑欲望，也不放纵，而是以平和智慧的态度观察它，了解它，超越它。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挑战，但每一次战胜欲望的诱惑，都是修为的一次飞跃，让我们离解脱更进一步。最终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的自在不在于无欲，而在于不被欲望所困，能随心所欲又不逾矩。这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。所以，不要惧怕欲望，也不要为欲望所困，正视它，接纳它，超越它，让欲望成为修行路上的助力，而非绊脚石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其实欲望也与饮食密切相关。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，多食用清淡素食为主，可有效降低体内火气，自然而然减少性欲冲动。不妨尝试1周素食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不仅身体更轻盈，心灵也会变得澄明。当欲望来袭时，别慌张，试试这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：深呼吸，同时收紧下丹田，想象一股暖流从尾椎升起，沿着脊柱缓缓向上，最后到达头顶百会穴，化作一道智慧之光。这个过程可能只需几分钟，却能让你重获平静。欲望化作修行的动力，适度的性生活或自慰其实可以缓解生理需求，但要把握好尺度，避免沉溺其中，伤筋费神。记住，目标是平衡，不是压抑，也不是放纵。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，让身心都处于最佳状态。规律的作息非常重要，早睡早起，劳逸结合。充足的睡眠能平衡荷尔蒙，适度的运动可以释放压力，尤其是冥想和瑜伽，能帮助你更好地觉察身心，提高自我控制能力，面对欲望时更加从容。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，了解欲望背后的真正需求，可能是寂寞，可能是压力，也可能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。当你明白了根源，就能有的放矢，对症下药。与其压抑欲望，不如满足内心真正的需要。保持觉知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时刻觉察自己的念头，不随欲望起舞，保持距离，像观察天空的云彩，看着欲望升起又消失。持续练习这种觉知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自由，不再被欲望所困，反而能驾驭它，利用它。以上方法需要持续练习，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。你会惊喜地发现，欲望不再是可怕的敌人，而成为修行路上的好帮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，如何将这些方法融入日常生活，创造静心环境，
在家中布置一个静心角落，可以是一个小佛龛或简单的蒲团，每天抽出15分钟在此静坐，培养内在的平静与力量。培养高尚兴趣，将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业中，比如学习新技能，帮助他人。这不仅能转移对欲望的注意，还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感。断舍离练习，定期清理不需要的物品，包括可能引发欲望的东西，如色情读物或视频，创造一个简洁纯净的生活环境。正念饮食，吃饭时专注于当下，细细品味食物的味道和质地。这种正念练习能延伸到生活各方面，帮助你更好地觉察和控制欲望。寻找知心好友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很重要，分享修行心得，互相鼓励，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支持。记住，独行快，众行远。定期反思和记录，每晚花10分钟写修行日记，记录当天的心灵状态和收获。定期回顾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进步，这能给你继续前行的动力。培养感恩之心，每天列举3件值得感恩的事，这能让你的心更加柔软和开放。当内心充满感恩和爱时，低级的欲望自然会减少。阅读智慧书籍，选择一些富有哲理的书籍阅读，如古代哲学家或现代心灵导师的作品，这能启发你的思考，提升境界，面对欲望时也会有新的洞见。记住，驾驭欲望是一个过程，需要耐心和毅力。每个人的道路都是独特的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坚持不懈，你终会获得内心的自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请善待自己，不要对自己太苛刻，跌倒了就再站起来。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，相信自己，你终会成功。驾驭欲望是修行路上的一大挑战，也是通向更高境界的重要一步。我们不必惧怕欲望，更不该否定它。关键在于学会与之和谐共处。欲望如同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求，它能教会我们认识自己，了解人性的复杂与美妙。当你学会观察并理解欲望，你会发现内心渐渐平静，不再被欲望牵着鼻子走，而是能够自如地掌控它。记住，修行的终极目标不是完全消灭欲望，而是超越它，驾驭它，达到身心灵的真正自由。这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也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反思，但只要坚持不懈，你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跌倒，会犯错，但别灰心，这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每一次挫折都是宝贵的经验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你会发现欲望的力量在减弱，而内心的力量在不断增强。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成果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在欲望与修行的平衡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真谛，活出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。记住，每个人的道路都是独特的，不要盲目跟随他人的脚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相信自己，你终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修行之路。
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